好，持续关心这个川普的关税战打到现在，这一回呢，零售龙头好事多终于是不忍了，决定要告川普的关税是违法的。现在美企大反扑，美国境内还面临的问题是制造业已经9年都是衰退了，甚至即将到来的耶诞节啊，圣诞树的价格飙破换算新台币达到10000元呢。企业还寄出说，你买这个圣诞树是可以分期付款的。关税战到底是打到了中国大陆身上，还是打到了美国人自己的身上呢？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是来自于高盛的最新关税战的数据统计。他说啊，这个关税成本是谁来吸收呢？美企竟然自己要吸收关税成本51%呀！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从原来要扛37%的这个关税成本，说到年底甚至自己要扛起高达55%的关税，比企业还要更惨。而外国的这些出口商竟然只付了9%的关税，要自己做承担。好，所以呢，零售龙头当然好事多气炸了，他正式提告说，针对于川普的这个关税呢，我们说我们要判他，法院你应该要判他是违法的才对。那他没有说这个好事多没有说自己要赔多少的钱给这个关税，但是他有1/3的商品都是进口的，当然可以感受到好事多压力非常大。而最新的美国海关资料也显示，至今呢，进口商已经缴了900亿美元的关税，不止好事多要告川普啊，我们来看到其他的企业，10几家美企也说要告。包括了化妆品的巨头，还有我们看到这边机车制造商等等，都说他要告川普的关税违宪。连川普曾经的好朋友，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他也说了，他说我劝过川普啊，你这关税不好啊，会害到自己的经济衰退，大家互克关税，生活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川普一意孤行，还是要做到底。这场关税战在好事多带头反抗之下，还能够打多久？委员怎么看？我认为还会打很久啊。那么，因为关税这个议题一直是川普的过去所谓他认为要让美国再度强大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哦。那么，也是他长期以来不断在做宣导、在做宣扬哦，在公开称赞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你说，告川普，当然法院上有输有赢哦，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司法程序，他已经要花很长的时间了。那就算这一拖告赢了，川普恐怕也会绕过这个相关法律的规定，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就好像他现在对付这些所谓的移民一样哦，不管你是合法非法移民，只要他要对付你，他总有办法要对付你的。所以这场关税战，我认为恐怕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哦。但是其实我还是要回到我先前不断这个强调我内心的想法。就是呢，我很开心川普打这场关税战，因为川普的这场关税战会彻底的摧毁掉美国的经济哦。那么这种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这种核弹级的破坏啊，你说从外部去攻击美国的经济体系，打100年都不见得会有川普这4年的效果啊。所以川普就真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英雄了哦。那么我当然希望他的这个做法能够持续的下去，因为各位知道关税战。我们不止一次讲过，关税战是没有赢家的哦。就关税战最终的只有一句话，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么最后受到冲击的、受到损害的，一定是消费者。他不会是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不会是墨西哥的消费者，不会是加拿大的消费者，他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这才是关键问题哦。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呦，现在看起来美国的经济很好哦，川普的这个关税并没有带来美国的经济衰退哦。我认为现在讲还言之过早了哦，因为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GDP 的数字，看到的股市，那都是华尔街刻意炒作跟拉抬，特别是有 AI 概念股在中间这个从中哦，让他们成为另外一个话题哦。但是你都拿掉这些的时候呢，你看看美国的人民过什么生活？美国有多少比例人要靠食物券，要靠政府的补助才能够生活？美国有多少人的要这个他自己都认为很羞愧的要去拿食物银行的食物，他才能够支撑他家庭的生活？所以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急速的拉大了。就当你看到美国现在这种亮眼的经济数据的时候，你再看看美国的基层是过什么生活，你就可以了解这样的贫富差距一定会造成美国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川普的关税不仅会造成美国的经济衰退跟崩跌，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马上就会发生因为贫富差距而造成非常重大的冲突了。
是，确实哦，现在美国的股市可以说是跟经济完全脱钩啦。我们先来看到对于这个产业还有消费者持续到底有哪些影响。原本川普的关税战是要救美国的制造业，没有想到11月制造业持续萎缩，而且已经连续9个月都是衰退了。那制造业的业者就说啦，从4月关税实施之后，他们已经裁员，哇塞，5.9万人哎，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成本增加了，所以企业只好说裁员来削减支出。那对于消费者，刚刚也讲到，也有所影响，而且是影响非常大的。尤其现在眼看耶诞节要到了。数据统计，美国消费者每一个人得多支出$132哦。那耶诞树的价格也是狂涨，尤其进口量在暴跌的70%之下，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耶诞树进口价格从$89变成了$129，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都不及美国制造的$299，等于上万一棵耶诞节的圣诞树就要上万新台币。所以呢，沃尔玛跟 Target 赶快释出一些招数，说呢，一人只能买一棵圣诞树。那 Target 就说，圣诞树这么贵，那我们没关系，12期来分期付款好了。反倒是义乌我们看到它完全不受影响哦，它不断的出口它的耶诞节的这一些产品到拉美跟欧盟，上半年欧盟出口甚至暴增了104%。到底川普关税战是害到谁啊？美国网络上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女郎哈，她说她生平买的最贵的一件衣服哈，叫做婚纱，这大家都能理解嘛，对不对？但她最近呢，因为美国关税战哈，她买了生平第2件最贵的衣服哦，叫一件风衣。风衣怎么会很贵呢？你知道为什么那风衣贵吗？那风衣本来的价值只有$490啊，大约1万多块嘛，对不对？可是要缴$250的税。他说活活被这个关税剥削，他说他气得要死啊！为什么？你拜关税之士，拜你们川普的这个德政之士。他说他特别用老娘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风衣啊！他一次又不是什么高级品牌，对不对？结果这件风衣总共要高达$750，2万2000块台币。他觉得他很不值得，可是你要不要穿呢？因为他喜欢那牌子。他只是他是用这个小故事告诉大家说，其实美国因为关税政策受害的小老百姓，刚刚大千委员都讲的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现在80%的企业他们遇缺不补，然后呢大举裁员，从年初到现在裁掉了美国的主要企业裁掉了5.9万人，但是有更多人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一旦离职，或者说你不愿意继续做的话，他们这个缺额他们不会再补上去。为什么？大家都在观望说这场企业战的究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 Costco 啊，老实讲一句，好事多他就是一直在忍，他从1月忍到现在啦。我跟你讲，他已经快忍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全球知名嘛，他实在受不了。他跟曼哈顿的贸易法庭啊提出，他说他控告川普政府啊，但是他现在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让美国关税及边境管理局干嘛停下来，说，我们这一期12月15号到期嘛，要付这个关税嘛，对不对？这一期可不可以先不要付，等到美国最高法院判下来之后，你们贸易法院再来判。现在的问题就卡在这边。大家会想说，都已经付那么多个月了，我告诉你，好事多已经付得很生气了，所以付到这个月到12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想说，政府违法，你援引了1977年紧急权力及经济法案而征收这些税收，造成我们的成本大增。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进口商的成本已经，今年到现在已经付了900亿了。那我 Costco 付了多少关税钱出去？秘密不能讲，上法院再讲。所以大家就晓得说，这个问题已经造成了美国国内很大的经济冲击。所以如果说 Costco 这个官司大家都在看，你知道为什么在看吗？包括化妆品大厂露华浓、横滨轮胎啊，还有川崎重工，他们都在看。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雷朋眼镜、太阳眼镜有没有？它也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它有很多子公司，他们都在看。如果 Costco 打赢，他们也要跟进。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川普其实在这一次的关税战争之中，他也许帮政府赚了钱，但不是帮美国的老百姓或企业赚钱，他一定会
得到很大的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到了耶诞节之后还会继续下去。在这样的反弹声浪之下，川普接下来会不会收回他的一些关税政策呢？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边是来自于美国自己内部的压力，但是川普好像还是很有时间管其他国家的事情。针对于中南美洲，他持续做这种内政治上面的干预，包括他说要抓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因为他说他是毒枭嘛。那另外一方面，持续的干预洪都拉斯他的总统大选的这一场内政，美国能够扛得住同时的内爆加外压双重的风暴吗？最后一点点时间，1分半，花球哥怎么看？好，刚才这个委员跟干哥都讲，这个川普弄这个关税啊，受害的是美国人。我看还有2个，受害的是被他制裁的这些国家。然后呢，这2个都受害，回归过来 feedback 就会到川普的身上。为什么？川普要处理的问题不是只有关税啊，移民、枪支、健保、贫民窟的问题很多啊。美国内政的问题他怎么收得住？收不住。但是他选上了，美国人其实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又回过来看委内瑞拉、洪都拉斯这2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国家，川普为什么要去弄这2个国家？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就说，我大概一上任1个月或2个月，我就能够把俄乌战争搞定。上任也快1年了，1月份，明年1月份就1年了，没搞定呢。然后弄那个28条，又改成19条，弄得泽伦斯基啊非常不舒服。虽然泽伦斯基贪腐非常严重，但是国际上来看，你这个28条根本就一个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委内瑞拉这个总统马克洛、洪都拉斯这2个国家，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内啊一直在想说，洪都拉斯有没有可能被美国制裁之后，再回来跟台湾的复交？我认为啊，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即便有，这个国家对我们帮助也不大，要花我们很多钱的。我们的老百姓应该啊不会觉得洪都拉斯跟我们复交之后是一个乐观的象象。好，谢谢华球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